今天我会教你如何用 London System 来轻松赢棋。我们以后兵开局，然后把象走到 F4 格，就形成了 London System。在此局面下，黑方最自然且很多人都会走的一步棋呢是马 C6， 出子的同时对白方的中兵施加压力。我们立刻走马 C3， 这边黑方已经要很小心了。如果说他自然的出子，例如说走马 F6， 那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危险，我们马上把马跳下去，这边黑方就进陷阱了。威胁着吃对方的兵，下一步棋呢，在象的掩护下，就是一个将军抽车，黑方丢子必败。所以说，黑方需要防守我的这个吃兵。那此局面下唯一的一步可以防守我吃兵的走法呢，就是以5。这步棋阻断我的象对这个兵的掩护，让我没有办法达成将军抽车。但这步棋是有代价的，就是它可以被我白吃。那具体是用兵吃还是用象吃比较好呢？如果用兵吃的话是没有那么准确的，因为它阻断了自己的象对这个兵的一个攻击。下一步棋黑方随时走这个 A6， 我的马就必须要退回来。所以说我们选择用象吃维持着这个威胁，逼迫黑方用马换我们的象，然后我们用兵吃回对方的马的同时，顺道抓着对方的马。那这个马非常的尴尬，到底要往哪里逃呢？如果说他往中心回家逃跑的话，那我们这边就直接白吃一个兵了。你不要担心对方有什么着双的手段，这是一步假棋来的。我马上跳马进去将军，黑方要怎么走？如果他动王的话，那恭喜黑方，在短短的9步棋就被我们白方杀亡了。所以说他只能跟我交换，那我顺势用后吃上去，摆脱了这个着双的危险的同时，我方已经领先了2个兵，控制着这条线，让对方很难王车一位。而且我方的下一步棋随时走这个长一位，继续攻击这条线，这个局面白方是大优的。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黑方这个逃马的方向不对。那如果他往中间往前逃的话呢？这边白方有一个惊天妙手，就是我们突然间走一个弃后吃兵，送后给对方吃。那他基本上也得吃，不然我吃了对方的马的。然后这边在将军，我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就是为了将军，这是一个捉3将军的同时抽着对方的后和对方的车。下一步棋把对方的后吃回来，局面至此我们已经领先了3个兵。那如果说黑方逃马的时候尝试走一些奇思妙想，他逃来这个位置准备下一步棋吃兵的同时，象逼棋回来这个位置，他不会阻断自己后对这个兵的防守的话呢，那这边我们一样的观测思路还是走这个惊天妙手弃后。那他吃回来了之后，这边将军再吃回后了之后，的确黑方可以吃回一个兵，但这个局面白方还是领先这2个兵，还是完全足够赢的。更何况在这个局面下，我随便走一个长一位什么的，这条线对黑方就随时会俘虏3击。下一步棋猜到我走的话，我把马跳来这里，这就是一个将军同时抽车的手段。黑方在这个局面下已经非常的危险了，也就是说，回到这个局面。所以说他无视危险走的这一步棋呢，能够马上的被我利用。他就想到，如果在这个局面下，他尝试去防止我把马跳下去，他最容易想到的一步棋呢，就是 A6， 阻止我把马跳下去。那我们这边怎么走呢？第一个思路行不通了，我们就要找第2个思路。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布局飞刀，我们在这个局面下走一个E4。这步棋有点奇怪，就是主动让对方吃兵。那当然他如果不吃的话呢，我就有2个很强的中兵，他不吃也得吃。那这边我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是准备引离了对方这个兵了之后，这个兵顺势往前一冲，骚扰对方的这个马。那他的这个马就非常尴尬了，他要往哪里逃？如果他想到我们往前走是比较好的走法的话，那他就错了。我这边轻轻的推一个 A3， 对方的马就意外的被我捉死了，他没有回退的路，这个格子呢也被我的兵控制着，他也不能吃兵，因为我有足够多的棋子保护着这个兵，这边黑方就丢子了。所以说他不能往前进，不能往前进的话，他就很尴尬了，他只能往后退。这边一进一出，显然就代表黑方局面已经劣势了。我这边哪怕闭着眼睛吃兵，我们来对比这个局面孰优孰劣，一目了然。白方的出子速度是遥遥领先于黑方的，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个数学的方式去计算双方的这个差别。我们看白方走了多少步棋，1步、2步、3步、4步、5步棋。而黑方呢？黑方仅仅走了1步棋，而且还是最没有用的挺边兵。这个局面当然是白方无优势。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呢？在于当我把马跳进来的时候，对方走的这个 A6 太过于消极了，在开局白马当中挺一步边兵太浪费时间了，所以这步棋不好。那黑方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可以防止我去吃掉这个兵吗？黑方就想到了另外一步棋，就是 E6。这步棋是如何防止我吃兵的呢？如果我还把马跳下去的话，他这时候就可以把象走来这个格子，在这个兵停下来了之后，这个象不再被阻挡，那这里就防止了我马吃兵的威胁。
这里我当然可以选择去跟他交换这个象，局面至此呢，黑方有个叠兵问题需要解决，更何况通过马换象，我方已经取得了这个双象优势，对方呢只有一个象，局面上也是白方有利的。但除了这个走法之外，有没有什么更加考验黑方的走法呢？其实我们可以观测思路，这个局面我们还是可以走E4的。那走了E4之后，我们有很强的中兵，对方跟我交换了之后，我的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呢？依然还是往前走。虽然在这个局面下，比起 A6， 这个 A6 似乎对中心有了更好的把控，它可以吃兵了。但是那又如何？我马上用后吃回来，这边威胁着要吃兵，或者随时可以换对方的后。那黑方一般就会先来跟我交换解决这些问题。那局面至此，对黑方的考验就来了。我们通过跟对方交换这个后呢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减少对方对这个兵的一个防守。那下一步棋我就威胁着将军抽着黑方要怎么防守。在这个局面下，黑方最多人会想到的走法呢是走这个象到D6，但是这步棋其实完全无济于事的，因为我当然不要吃兵，我直接选择跟对方交换这个象，那下一步棋再跳上去不就完成到了将军抽车吗？所以这步棋也是一步假棋，没有用的。那黑方要怎么去防守这个将军抽车呢？如果他尝试先动王呢，例如说他走来这里，那我这边吃兵的过程当中威胁着对方的车，他必须要逃跑。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把更多的棋子加入战斗。我除了直接走车第一之外，更好的一步棋是长一位，用一步棋完成两件事情，把车在中间的同时，也把王放到安全的位置。这边将军黑方是很头痛的，因为我的车跟象都控制着这个格子，它不能够用象来阻挡，它只能往横逃。那我这边再顺势一将，将军是假，抽车是真。下一步棋不管对方怎么逃，我把这个车吃掉，就形成了物质优势了。那回到这里，黑方的 best move 其实是什么？是一个很少人会想到的，把象走来这个 B4 格将军，不顾自己的兵，还把象放到一个白方的马口。首先这步棋在实战当中你会很少遇到，因为数据显示只有5%的黑方棋手在这个局面下找到这一步 best move。这里我们要如何应对呢？我们不需要去吃它，因为如果吃它的话，它的马顺势跳上来，威胁着反而要将军抽车我们需要去应对，就来不及吃掉这个兵。那我们当然就走这个 C3， 防守这个将军的过程当中反抓对方的象，逼对方再浪费时间去跑动。那黑方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目的是把象走来这里，用另外一个方式去防护这个兵。是的，相比起刚才那个例子，直接走象 D6 呢，我是可以直接跟他交换的。那来到这里的话，我就暂时没有办法跟他交换。这边白方要怎么去进去呢？如果我尝试去围起他的象的话，例如我走什么 B4， 那他这个象暂时也是抓不死的。如果我们直接用马吃兵的话，的确吃回一个兵，还有双象优势，对方还有一个弱兵，白方也是不错。但我们可以继续考验黑方，我们用象吃。象吃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对方跟我交换的话，那他就输了，我的马顺势踩上去，将军抽车。如果他不跟我交换呢？不跟我交换的话，我下一步棋就主动跟他交换，然后还是可以走到这个将军抽车，对方还是输了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黑方在一开始在这个局面下的时候，不管是走 A6 来防止我跳进去，还是走这个 E6， 其实都没有办法阻止我的这个E4。那黑方再想一想，有没有什么其他阻止我吃兵的手段呢？黑方这时候就想到了最后一招，他可以先把这个象走出来。走出来象其实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将来他走E6了之后，不会阻挡着自己象的这个去路，这个象在这里的前景比较好。那他是如何防守到我的吃兵的这个威胁呢？如果这时候还把马跳进去的话，他就可以用车，因为象已经不在了，车就可以防守的这个点位。这里很多的初学者就会觉得说，这边我是不是可以马踩兵，然后进行这个交换？这个交换的结果呢，就是白方用一个马跟一个象换掉了黑方的一个车跟一个兵。如果我们对比这个物质分数的话，3分加3分等于6分，黑方的车5分加兵1分也是等于6分。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平等的交换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交换对白方是不利的，因为一个马跟一个象毕竟有2个大子，它是比较灵活的，特别是在开局和中局，马象是比车兵还要好的，所以一般上高手都不乐意主动去用马象换车兵。如果你不换的话，下一步棋对方抓你的马，你又不敢吃兵，你又必须要往后退，所以说这一步棋并没有什么意义。那当对方走了这个象之后，我们又要怎么去攻击他呢？其实当我们已经熟悉了一些局面要找到类似局面的 best move 是没有那么难的。这个局面下的 best move 呢，是走这个E4。当然老实说呢，这一步棋有一点点违反常理，因为毕竟对方的兵和象都控制在这个格子，我只有一个防守者，这步棋显然是会送兵给对方吃的。那为什么这步棋是一个 best move 呢？在那之前顺带一提在这个局面下，数据库显示只有1%的白方棋手会找得到这步 best move，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实战当中走到这步棋的话，别人就会对你另眼相看的。那这步棋它的目的，你也可以
以猜到了的，我们的目的是准备去走这个 D5 的 idea， 抓对方的马。那这个马要往哪里逃呢？一样，他最容易想到的呢就是往前走。这是我捉他哦，他这次没有被捉死，他虽然不能吃兵，但他可以回退到这个位置。那这里我们作为白方，一般上在这种局面下，一个很好的走法呢是直接用象换到对方这个马。这个交换呢会让对方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兵型。我们可以看到对方有这2个孤蝶兵，这边又有多一个孤兵，这个兵型是非常不健康的。更何况这里白方的出子速度快，还威胁着对方的兵。这个多出来的兵呢，将来我随时走一个什么后1-2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它吃回。将来王车一位过后，车在这条线攻击对方的后，这个局面也是白方断然优势的。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尝试把这个优势扩大到更大呢？我们改进一下这个走法，我们的象不要走得这么远，马上吃马，我们往后退格，先将对方一军，继续考验黑方。这个局面下黑方只可以退象，他是不能够走其他的棋，例如说这个 C6 的，因为我这边只需要吃掉这个兵，对方就吃不回来了。因为如果他吃回来的话，我要么吃兵，这是一个将军抽车，或是我更简单的吃马，2种走法都很好。那如果他不要理我的话，下一步棋我是有很多威胁的，例如说我吃这个兵，这就是一个将军抽车，还威胁着生变成后，甚至于我也可以往前直接走一格，这就是一个将军抽后。他如果后往前走，我的象也可以直接白吃掉他的后。也就是说，走这个 C 兵，黑方是马上输的，他只可以退象。退象了之后，我这时才换掉对方的这个马。那过程当中，可能你会发现，白方亏损了1步棋。我们本来可以1步棋马上吃马的，但是我们用了2步棋才吃马。白方亏损1步棋，就代表黑方赚了1步棋。黑方赚的那一步棋用在哪里了？用在把他的象从这个位置退回到这个位置 ，which is 一个更差的位置。是的，这个位置他不断阻断了自己的后将来攻击我的这个兵，而且他也离开了防守着自己这个兵的这个要道。那这边我闭着眼睛吃回这个兵，也是白方断然优势的。我甚至可以更稳健的先走一个后1-2，准备下一步棋威胁着这个兵的同时，也随时可以吃回这个兵，并赶紧腾出通道，让我的车来到 D 线攻击对方的这个后，形成一个白方大优的局面。也就是说，黑方在这时候走的这个象，被我们的这个布局飞刀E4一走出来了之后，黑方也是非常辛苦。换句话说，在这个局面下，不管黑方走什么棋，其实都非常容易能够被我们白方去进攻。我们简单复习一下，如果对方随便出子，例如说进马之类的，那我们就马上跳下去攻击对方的这个兵。如果说对方通过 A6 或者是 E6， 或者是很有创意的先把象走出来的走法来防守这个兵的话，那第一个方法行不通，我们就走第二个方法，走E4续走 D5 攻击对方的这个马。黑方找不到一个好的应对方法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黑方在第二步棋的这个进马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是的，这就是掌握开局的好处。如果你已经很熟悉这个开局，仅仅在第二步棋当对方进马了之后，其实你就很有信心，你可以赢下这盘棋了。那我在继续讲解之前，我们不妨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这步进马是一个错误呢？很简单，我们根据我们刚才的2种进攻思路，你就会明白。当我们进马了之后，第一种进攻思路是往这边跳，是想想如果对方的马还没有跳出来，他还在这里的话，就算我把马跳进去，我威胁这个兵的时候，他可以通过把马跳过来这里防守着这个兵，将来再走一个 C6 把我的马赶走，我的第一个进攻思路其实就行不通了。所以这步进马其实定型过早。那第二个坏处呢，则是记得吗？我们的第二种走法是弃兵，然后再进兵威胁着对方的马。很多情况下，他的 best move 呢都是回去，一进一出肯定局面劣势。所以说，在后兵开局里面，这个马其实一般上是不会这么早出来的。如果实战中对手这么走，我们就可以偷笑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步棋如何应对，以及为什么它是一个错误。但当然，在这个局面的时候，黑方是有很多其他的选择的。面对黑方的其他不同的选择，我们要如何应对呢？那好消息是蓝灯这个开局呢，它是有一个 set up 的。其实你只需要记得这个形状，你把这个形状走出来，那它就非常稳固，不容易输，而且还有很多的陷阱是等着黑方去跳的。这个形状是长什么样的呢？它是长这样子的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棋子都放到这些位置上面，往往就能够很容易的取得不错的局面。那具体要怎么把它们摆出来呢？我直接给你看一个例子，我们要如何出子。举例，黑方正常出子，那我们就把这个一兵走出来，然后下一步再进马。当黑方什么时候走这个 C5 威胁我的中兵的时候，我就马上走这个 C3 去巩固我的中兵。我们是不怕他跟我交换的，如果他跟我交换的话，我用 C 兵吃、E 兵吃都可以，他是在帮我腾出位置，发展我的子力。我个人更倾向于用 E 兵吃，因为将来我王车一位之后，我的车来到中间了之后可以控制更多位置，因为这个兵不再阻挡的中线。将来我甚至有可能可以走这个后 D2 配合我的象，因为这个兵已经不在了，攻击这条斜线，当对方王车一位之后。所以说我们是很欢迎对方来跟我吃的。
而开局能力很高的黑方呢，则一般上不会去吃兵，他会把兵放在这里。顺带一提啊，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如果说你在第2步棋的时候就已经进马了，那这个兵就会被挡在这里，将来也没有办法往前走。这就是第3个理由，为什么马 C6 是一个错误。当然在这个局面，因为黑方已经走了 C 兵，这时候踩走这个马就不会阻挡自己的兵，这样子就好多了。我们回到白方怎么出子，我们就顺势把马挑出来，形成一个很强的连环马。如果说黑方随时想要去跟我交换这个象的话，我们不要去主动跟他交换，我们可以把马挑进去中间塞在这里，让黑方头痛，因为他是没有办法用马去吃马的。我这边用兵吃回去，这是一个着双。他如果不能用马吃，他也不太愿意在开局一早就主动用象去换掉我的马，更何况我的兵吃回来攻击的地方的马，他的马这边将来是肩负保护着王的一个重任的，所以我们完全不怕他跟我们交换。例如说他王车一位好了，那我们这时候就把我们的象走出来。局面至此，白方已经对这个局面牢牢的控制住了，因为黑方是很难进攻我们的，许多的中心格子呢都被我们牢牢的控制住，而且我的马在这边让对方的这个出子非常的困难。举个例子，黑方最自然的把最后一个亲子走出来，那黑方马上就输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今天的弃子妙手，就是把马吃兵。这步棋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的象对峙着，而且我的马又攻击的对方的后，他没来不及去跟我交换，他必须要马上吃掉我的马，因为我要吃后，所以我这边就把象吃回来。过程当中我赢得了一个兵，所以黑方不能这么走。那现在同样他也不太愿意去交换这个马，那如果说他尝试去退马，施加更多的压力给我的这个马，那黑方又再次输了。我这边甚至不需要吃这个兵，我这边可以直接吃马得子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我威胁的地方的象，他来不及跟我交换，我吃这地方的后，所以他吃马，我吃象的过程当中，我白赚了一个马。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对方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后跟象处在这里的时候，把棋子放在中间，阻断自己后对象的保护，所以他可能就会想到把后走来这个C7，看起来非常聪明的事先掩护着自己的象，将来就随时可以推马或者进象之类的，因为象已经被保护着了。那我们这边对方有威胁着吃我的马，他有3个大子攻击着我的马，我只有2个棋子防守着，所以我们需要加多一个防守者，我们就把马挑出来。举例，如果黑方觉得这个压力很大，他想要去跟我交换了，那交换了之后呢，我们通常都是会用兵吃的，把对方这个马赶跑。黑方这时候很开心，他发现他现在也可以有3个大子攻击着我的兵，而我只有2个棋子防守，更何况白方没有办法用1步棋里面马上找到第3个防守者来防守这个兵。表面上看，黑方会赚到这个兵，这个局面黑方很开心。但其实黑方在这个局面已经输了，记得蓝灯的陷阱是非常多的，这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我们可以突然走一个惊天妙手7象，这步7象白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？对方吃了之后，我的目的是后马的配合去攻击对方的王，下一步棋我就威胁着1步杀要将死黑方了。他是防守不了这个点位的，因为他的马没有办法跳过来，我的兵在这里就是准备要吃马的。他如果走兵什么的，我这边将军还是一个杀棋，因为我的马控制着这2个点。那如果说他动车的话，如果他走来这里的话，那也是无济于事，我这边吃兵下一步棋再吃掉这个车也是一个杀。他比较顽强的走法可能是把车走远一点，但这边还是有杀棋，我们这边可以直接吃这个兵，然后再回来将军。一来一回目的是什么？消灭对方一个兵。这个兵为什么要消灭呢？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，我这边在将军，对方只有1步棋可以走，然后再将军他还是只有1步棋可以走，然后我们再吃兵。刚刚我们消灭这个兵的这个作用就出现了。如果他的兵还在的话，我这边不是一个将军，但是现在我是直接将军，对方也还是只有1步棋可以走，我就可以马上连将杀死黑王了。当然在最后的这几步呢，就算你走的没有那么精确，这个局面也是白方大优，因为对方的王非常的不安全，你还是可以很轻松的赢下这个局面的。那我为你展示的只是其中一个例子，事实上在很多局面下，白方蓝灯都有很多套路能够杀黑方一个措手不及。如果你想完整的掌握好蓝灯这个开局，欢迎你来学习我的白方开局体系线上课程，我会完整教会你站在白方立场走蓝灯的时候，面对黑方的各种走法时，我们作为白方最强的走法。是的，开局阶段黑方是有很多变化可以选择的，除了我们已经大概掌握了的马 C6， 还有其他的走法，例如说堂堂正正的马 F6， 或是 copycat 我们也走蓝灯，以及立刻走 C5 配合 Queen B6 攻击我们的兵，准备捉死白车的走法，还有 E6 静观其变的走法等等，甚至在第1步棋的时候不走正常的 D5， 通过马 F6
来控制中心，不让我走到双中兵，又或是相对冷门的 C5 或者 E5 这种弃兵陷阱式走法，这些在课程里我都会一一讲解，帮你打造一个最强的开局武器，用蓝灯轻松赢棋，在国际象棋这个领域达到另一个高度。顺带一提啊，我刚刚去了英国伦敦旅行，也顺道和当地人下了几盘棋。用着这个伦敦体系开局，我在伦敦那里也赢了很多盘棋。我把这些经历拍成视频，会上载在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有兴趣看到更多国际象棋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讲解对你有帮助，也希望你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并把它分享出去。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。